然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在夜期时竟看到远处一道光柱，这也导致这件事在他心里久久难以忘。最终他便一个人独自闯进封锁区，当他触碰到立方体后，他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了机械臂士。要问为何会变成这样，就要从那天晚上说起。一个神秘女人独自潜入集团抢夺立方体，并且她身轻如燕的就准备逃离，却不料早有一群卫兵在缴获波什，但她丝毫不把对方放在眼里。只见她腿部上的花纹突然亮起，下一秒她的身上就出现了2只机械臂，仅仅3下5除2的时间，她就打败了数个卫兵，可终究还是被高科技给限制住。接着集团的干部也闻讯的。没想到的是，他也有一只机械臂，但他的机械臂是通过高科技改造而来。他也趁着女人被限制，从而夺回了立方体，并且一直说着挑衅的话语。远处的男主看到光柱也是这样造成的，而且男主还感受到立方体在向他求救。第二天乘坐地铁时，男主仍旧在想着那件事，他也立刻查询关于昨晚的事，却根本没有任何有用的讯息。突然这时一个人靠到他的身上，害得他差点没有把住手机。紧接着他也看到一个孕妇没有座位，但迫于边上的人一直靠在他身上，使得他无法让座给孕妇。男主也发现周围的人对他一脸纷纷，当即他便逃离了现场。出地铁后，男主也立刻拿出女喷，被影片里根本没有他看到的光柱以及掉落的立方体，同学们也都不相信他说的话。但突然那个求救的声音再次传来，随即他也发现声音的来源就是他昨天看到的地方，于是他便一个人前往事发地，但警方早已将这里封锁起来。可那个声音继续指引着他，他也因好奇心使然偷偷跑了进去。接着他也看到了一个发光的立方体，当男主触碰到立方体后，立方体立刻起了反应，下一秒就掉到了男主的帽厢里。没想到的是，帽衫里长出了一只机械手臂，更是他还会自主的说谎。男主当即四处寻找是谁在说谎，当他出现在男主的眼前后，男主立刻就被吓傻。机械臂接着就想向男主自我介绍，可刚要说出嘴时，他才发现自己好像失忆了。男主不管3七21，只想摆脱他，却不料他直接给男主干翻了。紧接着一个无人机突然出现在他们跟前，就在男主还在摆脱机械臂时，无人机居然突然开始朝他攻击，吓得男主疯狂逃窜，机械臂也紧张地抓着男主的裤子不放。男主立即准备脱掉裤嘴好礼，但无人机已经到他跟前，好在机械臂及时挡下了攻击，并将无人机直接击垮。接着机械臂也发现头顶有无数的无人机，当即就提出与男主协作杀出一条路来。另一边集团也通过无人机探查到男主的存在，他们也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机械臂。躲过无人机的追捕后，男主也立刻脱下连帽衣管自己离开。不管机械臂如何挽留，也阻挡不了男主毅然决然要离开的心。却不料男主走出一定距离后，机械臂就突然失去了能量，可当男主一靠近他又生龙活。男主也立刻测试了起来，于心不忍的男主最终还是决定带着他。也就在此时，无人机也赶了过来，机械臂也准备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接着他便一路拖着男主逃跑。殊不知集团的干部在高处观望着这一切，当他看到机械臂是这副模样后，他便决定让无人机去对付男主，而他则是对那个神秘女人更感兴趣。不出所料，金也真的来到了这，没想到的是男主在跑时突然被一只手抓了过去，原来是金来救男主了。仅仅2秒半，无人机就被尽数消灭。接着从金的口中得知男主的机械臂名为阿尔玛，却不曾想此时那个干部也赶过来，趁着金跟对方说话之际，男主立刻带着阿尔玛钻进了胡同里。金原想追上去，却被集团干部拦了下来，这也成功激怒了金。而在男主那边，阿尔玛发现敌人都是奔他而来，所以他也不想再连累男主，希望男主抛下他独自离开。此时金也已经解决完敌人，出现在了男主面前，随即男主也决定与阿尔玛并肩作战。阿尔玛也想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让男主只管往前冲，剩下的交给他就行了。最终男主也靠一拳击败了金，随后他也立刻逃离了现场。当金回到组织后，侯林也深知集团很快就会查清男主身份，所以他也继续交代给金一个任务。夜月清晨，男主带阿尔玛一同去上学，但男主做梦都没想到金居然准确帮他搬上。原来他被三大 C 比了。还只是获得了一个会说话的机械臂，不想每次上厕所都要小心翼翼，只因有个美少女会毫无征兆的突然冒出，看到男主和村宇从同一间厕所出现，这顿时引得其他人浮想联翩。可只有男主明白对方是为了机械臂阿尔玛，然而男主的青梅却误以为村宇是喜欢男主，想着帮忙撮合这件亲事，于是在放学后强行拉着男主来到了学校废弃的建筑，而里面正是等候多时的村宇。事已至此，男主也清楚一直逃下去不是办法，倒不如问明白村宇的真正目的。闻言，村宇解释到自己是机械协会的成员，现在要把阿尔玛带回总部，而男主由于已经和阿尔玛结合成了共生体，自然是要一同前往。但男主一想到过去可能进行各种人体实验，就立马带着阿尔玛跑路了。本想从出口离开，怎料青梅却是直接堵住了门口，如果不看到两人牵手成功，他绝不放男主出来。与此同时，集团的2个机械师也盯上了男主，不过因为青梅一直在站岗，一时半会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另一边在寻找一番无果后，村宇也是失去耐心，选择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经过一系列事情，村宇突然想到一个可能，其实男主根本没和阿尔玛结合，毕竟机械臂向来都是和人体直接融合，可为何阿尔玛却寄生到了男主衣服上，并且两者只要超过一定距离，那阿尔玛就会陷入虚弱状态，这在其他机械臂身上从来没发生过。换言之，无论如何他都要带男主回去。可就在村宇准备动手打晕男主时，不想青梅突然推门而入，刚才的巨大声响让他很是担心，怎料映入眼帘的却是虎狼一幕。青梅是真没想到男主两人的关系会进展这么快，看来他也可以放心离开了。而趁着村宇被青梅吸引注意，男主赶紧来到了出口，殊不知集团的灰毛机械使已经拦在了前方。和村宇的目标不同，他只收到了抢走阿尔玛的命令。谈话间，灰毛就操控机械臂变化成了低音炮，随即一发音波命中了男主。这音波对同为机械臂的阿尔玛无效，可人类一旦正面挨中就会浑身无力。轻松制服男主后，灰毛一脚踢开大门。见状，千米开外的橙毛立马把枪口瞄准了男主。好在危急时刻，阿尔玛及时出手躲开了这击。这时男主也感觉身体恢复了正常，然而才跑没多远，他就被灰毛堵在了墙角，眼看下秒就要被橙毛一枪爆头。得亏村宇从天而降，用机械臂挡下了这致命一击。灰毛一眼就认出村宇是传闻中近战超强的双臂使者，就连他的上级也曾经败在手中。只不过好巧不巧，是灰毛的机械臂专门克制近战类型，一发音波下去就让村宇消减了大半战力。意识到事情严重，村宇果断留下来殿后，并让男主赶紧先带阿尔玛找机会逃跑。然而男主前脚刚走，灰毛就甩出了针对机械臂的特殊圆环。另一边橙毛见迟迟找不到男主身影，索性将机械臂变化成了滑翔伞前来与灰毛会合。看到因机械臂封印被抓的村宇，橙毛上去就是一顿嘲讽。虽然很想亲手终结村宇，不过根据集团只是需要活着把他带回去，现在只要再抓到男主他们就可以收工了。可让两人没想到的是，男主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但这可不是男主无脑送，只因他找到了破解灰毛音波的方法，那就是他随身携带的防噪耳机。这样一来，灰毛直接没了威胁。随后男主冒死扑倒了村宇面前，终于是赶在橙毛下发子弹前撕开了束缚村宇机械臂的圆环。而众所周知，射手一旦被战士近身，结局自然是被秒杀。利用橙毛当肉盾，村宇很快又干翻了灰毛。可危机虽然解除了，但建筑因为村宇先前的破坏也发生了坍塌。好在有着机械臂，两人也算是有惊无险。等男主再次醒来，他已经来到了协会总部。为首的面具人表示，集团是利用圆环控制了机械臂，将其变为奴隶，而他们的目的就是将所有机械臂解放自由。为此，他需要男主和阿尔玛的帮助。不过比起什么远大的理想，男主更在意的是手领的机械臂竟然与阿尔玛型号一样。人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费尽保护的南海，居然就是夺走同伴机械臂的元凶，更是趁男主与金争执后，将金的两只机械臂也夺走。要知道机械使失去机械臂后活不了几天，所以他便用金的机械臂威胁男主，要求男主用阿尔玛来换。而男主为了救金选择独自前往，在面对强大的对手时也激发出了男主无限潜能。最终机械臂与男主右臂结合击败了对方，从而夺回了金的机械臂，使得金能成功获救。原来就在刚刚，男主带着阿尔玛在天台修行，没想到的是明明是男主的修行任务，可却是阿尔玛在那锻炼，原因则是大家都让他什么都不需要，甚至在他昏睡期间对他做了测验，他能提供给机械臂的模样是黄色。这个数据证明男主并不是机械使的合适人选，就连组织的首领也吐槽男主是半吊子，根本无法引出阿尔玛的真正实力。对于所有人的不信任和贬低，男主此时的自尊心备受打击，却不料金居然为男主说话。他认为男主具有引出阿尔玛力量的资质，并且提出将男主交给他来锻炼，而金也告知男主最重要的是气势。不过此时组织也打来电话，近期不断有强拆机械臂的事件发生，组织当下必须尽快驳回机械臂。要知道被强拆下机械臂的人顶多技能活几天，而金看到同伴身上的痕迹后，就推测是重型机械使造成的，但首领却让其别被私情所影响，他的任务则是好好的保护男主。接着金就带着男主去调查，没想到另一边集团的人在这寻找了什么。见状，金便带着男主出现在他们面前，让男主躲在他身后不要乱动后，他便询问其对方是否知道重型机械使，不料对方二话不说就要干砸，而金仅仅一击就击败了围上来的人，男主也受影响被弹飞了出去。不曾想此时看到了一个绿发小孩，怕其被牵连，男主便出手保护他。然而看到绿毛后，集团头目立刻启动机械臂顺势追了上去，而男主此时也被几个集团的人拦住。虽然自己也非常的害怕，但他绝对看不得对方欺负小孩。就在对方准备先解决男主时，阿尔玛此刻也躲不下去，当即便出现挡下了攻击。可当男主一回头时，小孩却不见了。眼见对方的头目赶来，随即阿尔玛便带着男主疯狂逃窜，可他们哪跑得过车子，仅仅一下就被他抓住了，却不料金此时也拍马赶来。但集团头目也根本不知道重型机械使，见他们被吓晕后，金也准备放榜，反过来指责男主擅自主张。殊不知绿毛小子竟是集团社长的弟，他此次也是为了寻找阿尔玛，而男主受不了金的指责，于是他便管自己离开，却不料这样正中绿毛的下怀。但他没想到的是，金此时突然出现，而他恰巧就是重型机械使。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金当即发起攻击，可他却被对方控制住。在另一边的男主此刻也收到一条讯息，映入眼帘的竟是金被抓住的消息。紧接着绿毛也用金的手机给男主打电话，要是想要救金的话，就拿阿尔玛来交换。甩下一个定位就挂断了电话，随即男主就将事情告知组织，却不料对方竟让男主什么都不要赌。这下也让男主彻底崩溃，所有人都不停的让他什么都不要赌，对他如此的不信任。不曾想阿尔玛直接打破了他的自卑，并不停的激励男主，于是男主便一个人来到了指兵地。他也认出了眼前的绿毛小，
绿毛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阿玛，毕竟听说得到阿尔玛的人类就能获得最强肉体。随后他便开始朝男主发起攻击，男主配合阿尔玛完成多次闪躲，再顺势来到绿毛面前对他发起攻击。不过对方始终有能量出现抵挡，接着他不断的嘲讽男主。面对绿毛的挑衅，男主也陷入了沉思。随后绿毛也不废话，直接释放技能。见状，男主便打算证明自己，划着绿毛的绿色锁链冲过去，发起全力一击，但也只是对绿毛造成了一点点的影响。接着绿毛就开始释放大招，将男主圈住。伴随着绿毛的电击，男主也撑不下去了。见此情形，绿毛也准备夺走阿尔玛。就当绿毛庆幸终于得到阿尔玛时，却不料阿尔玛突然起了反面，一把将绿毛推倒，然后慢慢爬向男主。但刚刚的攻击也耗尽了他所有力量。看到唯一信任自己的阿尔玛如此痛，男主也不希望辜负对方的期望，强撑着自己的身体靠近阿尔玛。而此时的绿毛还不肯放弃，随即便朝男主攻击，却不料被男主直接打破。接着男主就开始蓄力准备发射阿尔玛此时简直势不可挡，不过最后还是被绿毛的最后一层屏障抵挡。正当他以为挡下阿尔玛时，男主原以为已经解决战斗，却不料突然一条锁链洗。男主还以为要再战一次，不曾想对方只是来接回绿毛笔，于是他便将金的机械臂团了回来。接着他便带着绿毛离开。柴少年只因继承前代最强之人的机械臂，就让他这个普通中学生有望成为当代最强，可却没想到那位曾一度登顶第一的男人所创立的集团，在他已故后竟沦落为邪恶组织，强行将机械臂改造为毫无思想的战争工具。为此，男主带着伙伴走上了与之对抗的道路。不过自己的废柴形象依旧没有改变，在没有阿尔玛的帮助下，就是个小菜鸟，时不时就沦为队友们的拖油瓶，成为大家重点关注的保护对象。这更是让身为贴身保镖的少女头疼不已。面对只会奴役机械臂却无任何战力的炮灰，还需要自己亲自出马将其制服。在他眼里，男主还是依旧那么废柴。但正当少女放松警惕向组织汇报战果之时，被放倒的炮灰却突然暴起，犹如透支生命一般的发起攻击，一瞬间竟隐隐压制拥有双臂的暴力女。继承最强机械臂的少年显然成为一大顶级战力，有他和阿尔玛在就能轻松解救大量机械臂。不过这依旧无法撤回少女对他的贴身守护。在日常的校园生活中，两人更是被谣传为情侣。柔弱少年被强势转学生征服，成为同学眼中女强男弱的模范情侣。但作为正邪两大组织之间共同盯上的香饽饽，邪恶集团显然不会这么轻易放过男主，为此派遣自家少主转校前来监视。不过自从他被男主一拳击溃后，已和集团立下了收手的约定，若是在学院中出手便会被立马带走，所以他的出现也不过是为了监视男主，试图破解他与阿尔玛融合觉醒的真相，直到自己能真正击垮男主的一天。然而他的出现也激起了阿尔玛的兴趣，显然对方很了解自己的过往，希望能从他身上找寻失去的记忆，但却被一旁的少女强行打断，坚决不让男主与对方有任何接触。就这样，三人之间犹如猫和老鼠一般，在学院中上演猫抓老鼠被狗咬的经典剧情，折腾一天也无法达到各自的目的。两人为此相约在放学后一较高下，一战定胜负，决定少年的归属权。男主见状只好拿出自己的杀手锏，为了阿尔玛的记忆也只能忍痛割爱，抛空钱包请大胃王少女吃顶级自助，只求能与少主聊个5毛钱的天。这也是作为铁之双臂唯一的弱，能吃上饭哪还会管组织下达的任务。然而得知真相的阿尔玛却接受不了，自己曾经居然是邪恶集团创立者的搭档，两人融合后曾一度成为世界最强，所以夺取阿尔玛也仅是为了物归原主。但更多的信息连作为少主的他也不得而知。为了尽快帮助搭档探究过去的真相，少年便带着阿尔玛来到城市资料馆，只因其中存放着有关那个男人的信息，毕竟对方生前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伟人。见到曾经的搭档，阿尔玛却不禁潸然泪下，对这个男人的情感犹如刀刻斧凿一般，但有关他的记忆却依旧是一片空白。与此同时，队伍中的伙伴却在惨遭蹂躏。待少女接到通知赶到现场，只能眼睁睁看着机械臂被当场粉碎。此人正是之前利用重系机械臂控制炮灰，也是杀害少女双亲的凶手。这一次继续故技重施，利用操纵能力控制队友袭击前来救援的少子。为了追上即将逃跑的杀父仇人，少女只好在不甘中放倒重伤的队友，将其交给随后赶来的男主。队友虽然能在治疗手段下保住性命，可死去的机械臂却再也无法复。面对此时已掌握阿尔玛力量的少年，保卫组织也终于向他透露机械臂的真相。来自其他次元的机械臂与人类一样是生命体，只是因为失去故土才会变得无法独立生存，只能与人类结合维持自己的生命。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机械臂从这样的困境中解脱，为此他的记忆便是解放十族拯救族群的关键。这个与机械臂共生的世界，拥有一只专属的机械臂已是上天的眷顾。然而作为男主的专属护卫，暴力女拥有完全对称的铁质双臂更是得天独厚。然而得到这对双臂的代价却是家破人亡。少女幼小就与妹妹一同成为双臂的主，姐妹一人一臂本是父母最引以为傲的作品，但专心科研的父母还想通过增幅实验为妹妹再增加一只机械臂成为双臂使用者。殊不知这一次引进的重系机械臂却发生暴走，导致整个实验室发生爆炸，只有不在场的姐姐幸存下来，得到妹妹的机械臂成为双臂使用者。自此重系机械臂成为少女的梦魇，一旦有关重系的情报便让她失去理智。但当那只重系机械臂真正出现在她的面前，却发现使用者正是自己的妹妹。
明明曾经的妹妹非常的友善，还经常与金一同玩过家家，她的性格也与金完全相反。她是非常外向开朗的人，而金则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并且他还会为照顾金而选择自己代替其去做实验。可这一切居然发生了意外，实验室莫名其妙的着火了。然而剩下只有西尼斯的立方体，金也一度以为吹雪也放松在这场大火里。暴力女本以为是虫系机械臂控制了妹妹，杀了自己的双亲并猎杀他人的机械臂，正打算将这个祸害就地处决，却没想到自己还没动手，妹妹却先昏倒，为此只好先将她保护起来。在一旁的虫系机械臂接着向少女解释，主人与她融合时发生了暴走，自此体内的生命能量开始一点一点的流逝，被迫成为掠杀他人机械臂抢夺能源的凶犯。殊不知在少女照顾妹妹之时，虫系机械臂早已开始布局，激发之前寄生在他人身上的虫卵，导致整个社会发生机械臂暴走，正邪两大组织都被卷入这场纷争，迫使双方发生内乱，无暇追查自己。少女庇护妹妹的行为更是被组织认定为背叛，男主便是第一个被告知。遇上了暴力女，千万不要以感情用事，特地为她配备了全新的搭档，此人正是被逮捕的邪恶集团小干部。当组织将他的机械臂解除改造后，两人的身份就此逆转。音波机械臂将这个小老弟当作工具，指挥着小弟为之前的行为向少年道歉，妄图利用他人的恶徒终将成为别人的工具。这对活宝搭档虽然一直打打闹闹，但音波定位确实是找到暴力女的唯一伴。正当他们打算凭此找到少女问个明白时，却忘了身边还有集团的少主在一旁虎视眈眈，他可不允许阿尔玛离开自己的视野范围。显然对方就是送上门的打手。在阿尔玛的一顿忽悠下，三人成功组队，一起找到少女隐藏妹妹的位置。然而此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同伴，散发出来的却是浓厚的杀气。只因在虫系机械臂的诱导下，少年与阿尔玛之间那强大的生命能量被少女误解为是解救妹妹的唯一办法。可这个让暴力女不惜背叛队友都要拯救的妹妹，此时却在隐蔽的角落等待他们自相残杀。所有人都认为是最强机械臂成就那个废柴少年，却没想到他的信仰之力才是觉醒机械臂的关键。乃至操纵人类的虫系机械臂仅是吸收男主的一点营养，便觉醒强化形态，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殊不知当少年以信念激发深藏在体内的生命本源，那犹如太阳般的觉醒之力便永不枯竭，仅是一只只会操纵他人的寄生虫，根本不配驾驭少年那蓬勃的生命能量。只因虫系机械臂操控着妹妹的身体，欺骗姐姐自己已时日无波，以此诱骗暴力女为他取来男主的生命能量，妄图以逸待劳获得觉醒之力。可当暴力女真正站在西域的伙伴面前，正打算将男主强行带走，却被一旁的反派少主出手阻止。毕竟男主身上还寄宿着他相中的机械臂，断不能让别人就这么轻易将他带点。却没想反倒是被他人盯上的男主，在得知暴力女是为了拯救妹妹迫不得已后，居然选择相信这个一度背叛组织的同伴。就算一旁的少主再怎么强调这就是陷阱，依旧无法动摇男主此刻的决心。也正是这一份不掺杂丝毫怀疑的信仰，让暴力女放弃掳走对方的想法，甚至放下狠话，直呼最受不了这种圣母心，自己可不需要一个旁人的施舍，断了对方那一味替他人着想的念头。可当空手而归的少女再次回到妹妹的深夜，等待着她的却是虫系机械臂那丑恶的嘴脸，完全放下伪装的机械臂控制着妹妹的身体，说出最残忍的话语，只为击垮暴力女的内心。一边蹂躏着对方，又一边拿妹妹的身体做要挟，逼迫少女只能乖乖的接受被自己控制。直言这一幕与当年杀害他们双亲的时候是何等相似。少女见着这一生最大的仇人就在面前，可却是拿着妹妹的身体与自己战斗，那一份无力感渐渐将她推入绝望的深渊。暴力女明明想着用狠话向少年劝阻，毕竟敌人的目标就是他体内的能量，殊不知气火伴鱼不顾从不是少年的做工，但仅是简单交手便发现双方的实力差距。少主手中的机械臂不过是对方的低等复制品，而阿尔玛一旦出手则会被吸取能量，完全无法发挥出真正的实力。若暴力女出手，对方则用妹妹的身体做威胁，导致作为姐姐的她根本无法下手，仅剩拥有阿尔玛的少年能与之对抗。但越是交手，体内的力量就越容易被掏空。显然对方早已将三人视作为砧板上的鱼肉。此时的少女眼睁睁看着同伴因为她而深入险境，懦弱的自己却毫无反抗的能力，被操控的妹妹更是要拿自己拍刀，无法保护家人与同伴的绝望的不断折磨着少女，让一直强撑着的自己第一次向少年发出求救。唯因他的少年释放出无与伦比的觉醒之力，使得虫系机械臂在高潮中不断进化。殊不知男主将迸发的力量全部释放，一瞬间撑爆正在进化的虫系机械臂，男主借此拯救被束缚中的少女。两人的信念在此刻合二为一，待众人从光芒中醒来，却发现虫系已然完成进化。少主更是不服对方将自己比作劣等体，是要为自己的虫系机械臂证明。双方就此开启虫系之间的角逐战，在拼尽全力的拉力中，妹妹终于得到解脱。少主虽然为此消耗了所有的能量，但是队伍中的那位暴力女便再无顾忌。此刻的她仅是挥动奈铁之双臂，就将在场的傀儡全部清理，仅剩下那狗急跳墙的罪魁祸首。在虫系机械臂消散之前，无断斥责阿尔玛是害死搭档的恶魔，
以及让整个族群沦落为工具的罪魁祸首。伴随着如今已获得的记忆，阿尔玛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此事过后，暴力女再次回归组织，妹妹也在组织里接受康复训练。殊不知，在他们看不到的角落，从系机械臂最后残存的一点分身被某个黑影彻底消灭。